我是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邵康战警示。这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张思刚议员、陈婉慧委员。韩国哇，这很精彩哦。这个他们一个这个叫做公调处哈，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那基本上呢，这个就是抓大官的了哈。那今天呢，派人哦，我说派多少人呢？派30个人。我说不是有3000吗？要3000在外面围的，哦，就是保持秩序的3000个军人，那进去的执行任务只有30个人。那他的卫队啊，他基本上就是这个警察，这个总统的卫队就抵抗嘛。我说你没有权利进总统府啊，总统官邸你不能进来的。哦，那你怎么可以随便进来抓人呢？所以这个尹锡悦就抵死不从，然后对峙一个上午。哦，事实上他们之前就发布消息要抓他哈。那在野党也骂说为什么他躲在这个官邸不出来哦？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警务处长拒绝配合办案，就是检警跟特勤在官邸杠上两个对峙啊。然后最后呢，这个刚刚讲是这个公调处哈，那说算了，暂时不能执行，因为抓不到了，不是不要去抓了哦。尹锡悦有一个他的这个官邸的叫做特殊部队，不是军队，哦，不是军队哈，但是你说他是警察嘛，可以不见得是警察，反正就是个特种人员了哈。那连现在执政党也站起来站在尹锡悦这边哦，当时赞成弹劾他了，执政党的国会说你们没有权调查他，他是总统没有权，哦，那在野党喊话说你自己走出来嘛，就配合逮捕嘛，那他就不要走出来啊。他觉得他自己没罪啊，哦，那他的律师也说逮捕令无效，哦，那这个还有民众去支持他，你不要看他去集会的时候搞到几万人去支持他，民众在前面跟这个警察对抗，很多都倒地哦，那么用人墙哦，在这个官邸前面他趴在地上，我说还是有他的群众哦。那另外呢，这个北韩最近都不讲话，怎么静观其变？北韩今天讲话了，说尹锡悦被弹劾以后呢，南韩政治瘫痪了。那北韩会不会因此蠢蠢欲动？大家也在注意，我们看一下。南韩公调处拿着法院核发的逮捕令执行逮捕总统尹锡悦，却在总统官邸踢到大铁板。尹锡悦总统官邸的驻卫警跟特勤将调查人员团团包围，不让他们进入官邸的主建筑，双方还展开对峙。尹锡悦先前就3度拒绝传唤，法院已经核发逮捕令，公调处就派出30人跟150名警方配合，台湾时间清晨5点多出发，6点半就抵达总统官邸大门口，交涉了半个钟头之后才进入大门内。尹锡悦显然还是不愿配合，演变成跟特勤对峙。 당초 경호처가 이번 체포영장 집행을 불법으로 보고 체증에 나설 거란 관측도 나왔지만 여론을 의식한 듯。 朝鲜日报还报道，公调处进入官邸的时候，一度跟驻卫警起了肢体冲突，调查人员甚至拍照录影搜证，可能构成妨碍公务。 공수처가 군부대 저지선을 뚫고 최근 접 경호처와 대치 중이라는 소식도 들려왔는데요. 아직 건물 안으로는 진입하지 못해서 상황이 마무리될 때까지 장시간 대치할 가능성도 남아있기는 합니다. 如果尹锡悦真的成功逮捕，会被送到公调处果川大楼讯问。由于没有地下停车场，只能从1楼大门口进入，可能可以看到尹锡悦走星光大道。 윤 대통령 조사는 영상 녹화 장비가 마련된 과천청사 5동의 3층 조사실에서 진행됩니다. 형사소송법상 체포 이후 48시간 이내에 구속영장을 청구해야 합니다. 检调准备了100多页的讯问清单，要查明戒严之乱的始末。但是，要是尹锡悦真的如他所说，战斗到最后，能不能成功逮捕还是未知数。来，金怎么看？ 尹锡悦他现在呢摆出来的姿态呢，就是鱼死网破哈，反正呢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就是老子就跟你杠上了哈。他也不管说他这样的举动呢，对于韩国呢会带来多少的伤害。自从他12月3号宣布这个戒严令以来啊，韩国的外资呢已经出逃了2.5兆韩元的外资，然后韩国的经济单位呢预估他们今年
的经济成长率呢会不到2%啊，大概只有1.8%啊。这么严重的政治对撞的情势，对于尹锡悦来讲都不重要。他现在呢，只是呢要求的这个苟延残喘，怎么样呢？他现在寄望于说，在宪法法庭上面呢。或许还有一线的生机，不过我觉得是不可能了啊。宪法法庭呢已经宣布了哈，在14号呢会正式进行第一次的辩论。而就这个公调处今天的行动来讲的话，反而是公调处呢基于顾全大局，在双方呢对峙了5个小时之后呢，宣布就是行动暂停哈。否则的话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冲突啊。大家想想看，如果说护卫总统安全的警务处的所谓的55部队跟这个警方的人员产生正面冲突的话，对于韩国的伤害来讲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尹锡悦呢，他这一次这个荒唐的戒严令呢，是靠2股重要的力量呢，才能够使他呢在6个小时之后呢就告这个烟消云散。一个是勇敢的在野党啊，在野党呢不顾戒严令的这个发布呢，其实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当时呢在去闯进国会的时候，并不知道荷枪的这些的军人呢手上呢到底拿的是不是有实弹哈，依然这个翻墙进去开了会。第二个呢就是消极不配合的军人，他这个消极不配合的军人呢，在这枪支里面呢，并没有放与实弹，而且对于要进入国会的议员，并没有采取强行逮捕的举动，使得尹锡悦的戒严令呢，能够在国会的表决之下呢失效哈。但是如果没有这2股力量的话，尹锡悦呢这样子的去动摇民主的行动呢，非常的有可能成功。而且最近呢，最大的这个在野党的一位国会议员呢，还披露尹锡悦呢，事实上在去年的大概10月左右哈，10月那前后，因为北韩呢就指控这个南韩呢，他们派无人机来骚扰。结果这个最大在野党的国会议员证实，尹锡悦确实有这样的举动，而且直接下令给无人机部队对，所以尹锡悦对于他面对到的权力上面的困局，是要采取这种不择手段的要去巩固他的政权。如果这些让他得逞的话呢，韩国呢是随时有可能宣布戒严令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值得我们警惕哈，因为呢，台湾呢也曾经在总统大选期间的时候，我们的国防部呢就发布了根本不是飞弹的国家警报哈。如果有这样发表这以后，侯友宜民调掉6%，所以有这么严重哈，就是说军方呢有这么严重的会去符合上意啊，然后来发布这样的一个警报。这其实对于我们的民主来讲，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威胁。就不要说别的，西方很多国家，当它里面的局势不稳，甚至它的政治位置有问题的时候，常常对外发动战争。像尹锡悦就是他要对北韩，他希望引起紧张啊，希望他派无人机去北韩打他，那这样的话就名正言顺可以戒严。想想看多么可怕啊！这种的心态，人一旦坐到那个位置上那种心态，那个权力大权在握以后，要克权、要扩权或是维持他权力的主张，很可怕。我们看一下这个逮捕的情况。We are closely watching South Korea in Seoul, where the authorities are reportedly at the residence of the impeached and suspended President Yoon Suk-yeol. 在南韩首尔汉南洞官邸，可以看到大批的南韩警方和搜查组人员，而通往官邸大门前的马路，则有大批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支持者，他们挥舞着太极旗与星条旗，誓言要保护尹锡悦。为了怕产生冲突，南韩警方已经在当地部署45个机动队，在现场维持秩序。 검사와 수사관들의 상황을 실시간으로 보고받고 있습니다. 이대환 수사 3부장도 관저 현장에 직접 출동했습니다. 尹锡悦的支持者聚集在官邸附近，阻止南韩腐败调查办公室的高级官员进入官邸。而辩护代表律师则发表声明，南韩法院批准的逮捕令是非法行为，因此警方的执法措施也属无效。 이번 체포영장은 꼼수이자 불법이라고 주장하고 있습니다. 형사소송법 110조와 111조, 즉 군사상, 직무상 비밀을 요하는 장소는 책임자의 승낙 없이 압수할 수 없다는 규정을 画面中可以看到，警方在马路两侧都部署了相当多的人力，就怕支持者和反对者起冲突。而国际专家则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北韩可能认为半岛情势的紧张，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南韩在野党、民主党的弱势。 主持人，我请问你，尹锡悦的尹跟乃金的尹
是不是同宗？不是，不是，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家的族谱。因为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你对尹锡悦的批判啊不够强悍，不够锐利啊，有同宗的情谊。我以为你是并没有同宗之爱了。我是少昊之后，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邻边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其实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相同的地方也很多啊。尤其是韩国跟台湾以前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啊，我觉得是相同的地方是两边的民主宪政的制度，因为都是很年轻，所以不够完美，所以碰到宪政危机的时候，它补救的机制都不好。韩国的不好，我们台湾的也不好。但是民性的地方，我觉得韩国人跟台湾人呢都很冲动，但是冲动的骨子里头，台湾人是懦弱的，韩国人是强悍的。哦，那今天我就不懂尹锡悦搞这些干嘛？哦，你这能够拖多久呢？这一点让我想起了阿北，想起了柯文哲啊。因为我跟你讲，尹锡悦，我就是在这里公开讲，因为没有人会围剿我。我跟你讲，你的半生是废了，你的政治生命是完蛋了啊！你这个能够延长多久呢？但是呢，这些公调处的人进去啊，就为德不足。你如果这么没用，你就不要开始发动啊！你这样发动的话，那些挺他的人就是我们柯 P 的粉嘛，就是小草。所以今天是小草赢了，你知道吗？这韩国的小草赢了，那小草赢了，但是短暂的欢呼当然一定有了。但是你看这些小草以外，我觉得有一点压抑了。我顺便请教各位，你有没有看到美国国旗？这个很奇怪哦。因为尹锡悦亲美日，我知道。这同样的情形，当然在日本基本上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台湾我不太能够排除啦，就好像以前的红衫运动，那个施明德的那个，他最后决定不进去，很像啊。好，但是呢，我觉得美国国旗在台湾或者在日本大概都不会出现。所以韩国人这个，你说他殖民地的色彩，他的奴性。我觉得不管你怎么厉害，你还是这个有美国国旗出现，我就觉得很奇怪哦。然后呢，你真的公调处不敢进去，最后妥协了，不进去了。当然，对这些小草来讲是短多，他高兴了。但是长线来看是长空啊。你跟我讲，你能够逃得了多久呢？你最后的结局跟阿北到底谁好？我认为阿北比他可恶哦。哦，晚会拍谁？我跟你讲，将来不一样，等下可以。将来真相大白以后啊，我觉得尹锡悦当然也很可恶啊，但是呢，他的问题大概很快的就会急转直下，就会处理掉了。啊，背后不晓得要10年、15年、20年，我真的替他担心了。哦，而且呢，他现在的边打边走边拖，我觉得对他的未来是不好。我们等一下还会讨论。不过尹锡悦如果是被弹劾，然后被判刑，也蛮重的哦。有人用叛国罪来这个内乱罪来判他，其实也蛮重。后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徐小新他的那个消息来源很多了哈。他昨天又这个 PO 了一张照片啊，那这是林炳文林炳文是绕跑的哦，那牵涉的金钱非常多哦，说上百亿，但是300万交保跑了哦。那其实你多少钱都会跑了，3000万交保也会跑了哦，只是说你就说这个法院对他多么好嘛啊。然后呢，这个梁文杰刚好这边也在唱歌了哦，所以就说他是这个林炳文是100亿赌王啊，在他招待所里面，那你梁文杰为什么去嗨唱呢？哦，那梁文杰说：“我并不认识林炳文啊，哦，虽然我们在一起啊，我是跟高捷合唱的。高捷听说是个演员啊，那我跟高捷合唱，我不是跟林炳文合唱啊，哦，只是那个场合我就去了，然后大家唱歌就同乐啊，我就去了，哦，然后我觉得林楚茵呢就写了一个脸书骂徐小新，他说我老公就是比较帅呀，哦，那就算是。”多年前当议员的影片，因为这个不是现在了，不是他当这个陆委会副主委了啊，他多年前的影片，多年前当议员的影片，你也被你紧抓不放啊，哦，那柯文哲到88会馆可以回应啊，说什么都不知道啊，哦，那这个你也当过台北市议员呐，哦，不能因为阿北帅度不够就忘了要监督啊，等等，我看不懂这个替梁文杰
辩护了什么东西了哈？我觉得这也很奇怪哈，这跟帅不帅有什么关系哈？那这个好，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陆委会有把海峡报道呢给他停了，不准来台湾，说他干涉我们的大选。哦，那这个国台办就说你这个是莫须有的污蔑啊。那国台办呢说你是开倒车，陆委会说呢这个夏虫不可语冰啊，自曝其短，就是说你还跟我讲什么新闻自由哦，你也没什么新闻自由，你讲我没新闻自由啊？好吧。另外呢，我觉得陆委会这个很可恶，这个动作，他鼓励台湾人去检举台湾人。就台湾如果拿大陆，最近有传出来了哈，说有10万台湾人拿了大陆的户籍了，我是不相信有这么多了哈。有是一定有了，是搞了将近10万人。那他们就鼓励大家，你去检举你的亲友，你知道是谁就检举他。那这跟文革时候他彼此互相举报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看一下。刚刚我们得知，立委徐巧芯他在脸书上面指控您在酒店喝花酒的影片。陆委会2号下午4点，一如往常召开例行记者会，结果问答开始不到半小时，网路就出现一段副主委梁文杰喝花酒的影片。我没有看到这一段影片，我目前没办法对你做回答。说的影片就是这段，只见百亿赌王林炳文站在台上高歌台语经典《海波浪》，现场还有好几位穿着清凉的辣妹作陪。接下来，影片左方出现彩蛋，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竟现身同一个场合，正豪气地将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立委徐巧芯表示，这个地方就是88会馆负责人郭哲敏的内湖招待所，可以看得出来林炳文的政经关系相当好。我们看到柯文哲不断的在羁押抗告这样子的庭一直不断的开，那为什么这些涉入大型经济犯可以不被羁押呢？徐巧芯质疑，涉及重大经济犯罪的林炳文竟弃保潜逃，跟柯文哲的处境简直是两样情。不过这段影片是在何时拍摄，还需要厘清。梁文杰最新回应表示，好几年前他曾受邀参观 PG Talk， 当时他还不是陆委会副主委，跟林炳文也是第一次见面，双方并不认识，希望外界不要多做揣测。来，王慧，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梁文杰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画面里面其实有2段，一段是他这个一般的这个对话，他后面在回应有关这一题的时候。我特别观察了一下，他耳朵涨红，就是说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上的变化。通常这个发言人的角色就平铺直述嘛，把这个内容讲出来，想不到讲到他自己的部分的时候，好像情绪上稍微有一些波动啦。那我是觉得楚英挺老公可以理解哦，但是呢，因为挺老公。然后呢，再去对你的同事说出这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雅又不堪的话，真的是大可不必了哈。我觉得这件事情从几个面向来看，梁文杰是赖清德的人马，那这应该先回来问一下我们的赖总统啊，你的这个严格的标准里面，所谓有点洁癖的这个用人标准里面，除了拿掉专业那个部分不看了哈，就是用人为亲嘛。那梁文杰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是你可以接受吗？我印象中，梁文杰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爆出跟这种声色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啊，那如果你还是觉得这样的人蛮适任的哦，撇开他的这个私生活不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陆委会的一个代表，那我们也是没有意见的。但是回来讲林炳文这件事情，88会馆郭哲敏这样的案件，我们还是要回来看啊。那这个林炳文，请问他自己有去参加，就是有人家调你来问的时候，你有去应讯吗？你也没出现啊。我看这个绿营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所以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其实我最近是搞得很 confused 啊，好像只要是跟绿营的人关系比较好，就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那我还再讲最后一个，如果绿营的官就平常就有这个习惯，他那时候不是官嘛，民意代表就这么习惯这样子。happy 的这样的场合啦，我是不知道他们就是
平常那我们做选服啊，而且用基隆姐的时候在做选服，在这边做选服啊。嘉宇，因为梁文杰过去是民意代表嘛，所以这个其实对民意代表来讲，可能各方面各层面的人他都会去接触，所以当时的梁文杰他可能去他说是 PG Talk 的总部，而不是去88会馆，他也不认识林炳文。当然这是梁文杰的说法，只是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然大家会觉得说林炳文等等是有争议的，可是同时大家也指出说，那相较之下，柯文哲曾经出入88会馆当时郭哲敏、林炳文的问题，其实也已经浮上台面。那但是徐巧芯在监督梁文杰的同时，梁文杰是民意代表，还是他的同事，可是呢，他却没有去监督到台北市长当时柯文哲去88会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拿这个影片来攻击梁文杰，确实是不太厚道。除非梁文杰他现在是以陆委会的身份在包庇林炳文，或是有其他的作为，那当然可以受到公平。可是单从一个影片很难去判断说到底梁文杰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那再回过头来就是说，如果台湾人到中国去取得这个身份证的话，那当然以台湾现在的法令来讲的话，是注销台湾的户籍，甚至会丧失台湾的这个国民的身份。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这次赖总统还在元旦谈话特别讲说，免钱的上贵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得不偿失，对自己本身是不是好事？我觉得叫大家互相举报，鼓励举报，说谁有这个大陆地区的这些户籍啊，我觉得很像文革时代去举报你的邻居过去是不是参加国民党，是不是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是不是曾经跟共产党做过对，是否是这个过去是地主是资产阶级，这同样的逻辑嘛，怎么会搞到一个民主社会，你去管人家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有没有户籍？有没有其他的国籍，都是个人的自由。他个人今天觉得他今天在这边好，就在这边好，在这边觉得他生活舒服，就他的自由选择嘛。我觉得变成一种就是相互变成一个非常的极右的一个麦卡锡式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在举报你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你过去甚至未来你是不是哪一家亲戚在那边做生意？我问你说，刚刚嘉宇说民意代表常常各种场合，你都去什么场合？难免有唱歌的场合，但是我没有认识林炳文，因为我们也没有去，他也不认识，他可能在里面你也不知道他是林炳文。但是这种场合大家都知道，一定会介绍认识啊，不可能说今天 A 跟 B 唱歌，然后林炳文在这里面一定是个重要的角色啦。梁文杰也是民意代表，大家一定会把民意代表跟这些介绍认识。他在内湖的招待所嘛。对，那这种招待所一定是有相当的互信基础，而且我确定我要跟你建立什么关系之后，我才会请你去啦。否则一般在餐厅就吃个饭，那餐厅吃个饭就很正常。一桌里面，也许嘉瑜带沈大佬来，那大家互相介绍一下，餐局结束就结束了。这种看起来就是第二拖啦，这是第二拖啦。那也不像吃饭的样子，因为桌上也没有这个碗盘啊等等都没有，看起来就是第二拖去喝酒。聊天，然后呢唱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漂亮的女生来陪着，所以那个大概就已经超出就是说第一拖会去的场合，所以我觉得梁文杰其实就大方责任，因为就是你就大方责任去，但是呢我觉得这边影射的是林炳文跟绿营这些政治人物很早就建立这些关系，在一些关键时刻，这些关系也许不在位置上，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人脉是相通的，他可能找到相关的人去打通他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凸显是林炳文跟绿营的这些关系确实很好，梁文杰是一个祭旗。那几个数字嘛，100亿、300万跑了，就大家就都300万、100亿的这个洗钱呢，300万交保，人还跑了。我补充一下，晚会刚才讲的面相心理学啊，他说耳朵会发红。是有道理的，是科学的。它这个跟我们的测谎是有道理，因为你说谎的时候，心跳、血压，还有呢这个微血管的分布的充血的状态，因为它是受自主神经控制的。那在没有科学仪器之下，他只能看面相，他看到耳朵了，因为耳朵的微血管最多，而且最表面，所以他看你耳朵这个红了，因为你说谎。不能掩饰你耳朵这个的充血状态，所以他讲那个有道理。不过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刚刚问他为什么来讲讲为什么。
我自己个人经验啦，哈，就是说不是参与那个场合，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妇女工作的时候，其实常常要跟一些就是所谓嫖客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相关的场所，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会从这个人的一个直接反应去做非常细致的观察，所以我们通常在访问的时候，就是会不断的盯着对方的脸部表情跟他整个的一个变化，去理解他是不是说真的，或者是大部分都会说是朋友说的。我专业，我还没讲完，因为很多年前呢，我是民主进步党的政策会执行长，梁文杰是我的手下，他那个时候蛮优秀的，他也是这个林作水栽培出来的。我觉得一句高言呢啊，我很看得起他，我尽力让他有发挥的余地。觉得高一呢啊，不晓得后来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转变的过程一定是蛮有趣的。我觉得某种程度是符合刚刚张师刚讲的啦，从纯真美少年变成这样出入酒色场合的这个过程，绝对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休息一下再回来。